究竟是为什么医生每次都叫我们一定要把抗生素 antibiotic 吃完呢？什么？细菌居然会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大家好，我是飞，一名社区药剂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正如片头所说，细菌已经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了。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就直接来看接下来的图吧。图中里的医生对病人强调，一定要把抗生素按照药袋上的吃法服用完。你是不是也像图中的人想着，为什么医生和药剂师每次都叫我把抗生素吃完？病好了不就不用吃了吗？吃多伤身体又伤肾。又或者，这医生怎么让我一次吃2粒？太多了吧？我觉得我还是吃1粒就好。其实呢，很多人就如图中的人一样，吃了一部分的抗生素后，觉得舒服了，病好了，就不继续把医生给的抗生素吃完。但是这做法其实是不对的。你觉得病好的差不多了，只是因为体内大部分的细菌被杀死了，但是仍然还有一些细菌存活在我们的体内，所以一旦太早自行停用抗生素或者自己减低剂量，就会让这些细菌有机可乘，导致感染复发。不仅如此，当抗生素没有彻底消灭细菌的时候，存活下来的细菌一定是比那些已经被消灭的拥有更强耐受性的耐药细菌。在这个过程中，细菌也会发现该抗生素的作用机理，并开始适应药物，然后进化和变异。当它们不断的复制，且经过时间的推移，它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当我们在想用同样的抗生素去对付同一类的细菌的时候，它们已经对药物没有反应，功效已经不如从前。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耐药性 （antibiotic resistance）。而接下来医护人员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更强的抗生素来对付这些细菌。同时，当越来越多的细菌种类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并通过各种传播通道传染给其他人群，那么那个后果大家可想而知了。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细菌的耐药率越来越高，患者需要更强更昂贵的抗生素，住院的时间被延长，医疗的费用也相对增加。最严重的是，一旦细菌对多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就是我们俗称的超级细菌，那么我们可使用的抗生素也越来越有限，感染越来越难被医治，死亡的风险就大大的被提高了。不仅如此，医疗机构也将面临困难，手术例如剖腹产、器官移植、肿瘤手术等，感染风险及痊愈率全部都令人堪忧。或许你会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可事实就是，因为社会大众对这方面的意识没有太高，觉得没有这么严重，所以就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回事。可是，我们也得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如果这种情况不再纠正，人类将面临没有抗生素可用的时代，轻微的感染也可以致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总结下今天所说的东西吧。抗生素使用时间过长或过短，自行减低抗生素的剂量，错误使用或者滥用抗生素，都会为我们带来治疗效果不达标，而且还会有延误病情的后果。另外，也会害到自己面临到无药可用的地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说，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抗生素的耐药性的传播和恶化，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如果您的健康专业人员说您不需要抗生素，请不要坚持服用抗生素，始终服用完整的抗生素疗程，切勿共享或使用他人的抗生素，不要为病毒感染而服用抗生素，仅在医护人员的处方及指示下使用抗生素，通过洗手、使用消毒剂，生病时留在家中，以及在需要的时候
戴口罩来预防感染。最后再补充多一点，抗生素属于处方药物，因此抗生素必须是在医生的诊断并确认您有需要抗生素的情况下才会开给你。这也是为什么药剂师只有在医生的处方签下才会配抗生素给你。每个细菌感染的情况都会因为部位、感染源、细菌种类的不同，需要不同的抗生素。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也不同，药物敏感问题也要顾及，所以医生要在诊断你的情况后才觉得抗生素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所以请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请一定要咨询你的专业医生或药剂师。而且也请千万不要这个抗生素我没有吃完哦，可以留在下次用哦。又或者好心的说，我上次吃这个抗生素很好哦，很快病就好了的，你这个尿道发炎搞不好可以试试看吃这个哦。这些想法是不对的哦，因为现在的你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滥用抗生素的后果了，所以请千万不要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或者是听到亲朋戚友的分享而胡乱服用抗生素哦。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影片有帮到你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按订阅的这个小铃铛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